在 Minecraft 1.21中，新的变种狼真的能打破以往的游戏体验。你可能觉得狼已经够强了，但你想象过狼穿上这个狼铠的威力吗？在这个影片中，我将告诉你8种全新变种狼的生态域、驯服方法、习性，以及如何使用这个狼铠让它们变得更强。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变种狼到底在哪个生态域呢？可以找到它们。第一个就是苍狼，苍狼生存在针叶林生物群系。它的外观呢，看起来就像我们之前看过的这个狼的皮肤。如果你喜欢那种经典的狼的外形呢，那苍狼绝对是你的首选。它们每次出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只。第二个是森林狼，森林狼会出现在森林生物群系。每次你遇到它们呢，通常会有4只狼在一起组成一个小队。第三个就是灰狼，灰狼生存在积雪针叶林生物群系。你会在这片白雪覆盖的区域呢发现到它们，不过灰狼的数量呢并不多，每群最多也只有4只。第4种是黑狼，黑狼主要生存在原始松木针叶林生物群系，数量通常是2到4只。黑狼的外形呢特别霸气，适合喜欢黑暗系的风格的玩家，而且它们的外观呢在夜晚看起来特别炫酷。第5个是栗色狼，栗色狼生存在原始云杉木针叶林生物群系。你可以在森林的深处呢找到它们，通常一群呢也是2到4只。第6个是赭红狼，赭红狼生存在稀疏丛林生物群系，每次发现到它们的数量呢差不多也是来到2到4只啦。然而这个地形呢也比较少见，所以你可能需要在这个丛林里面走一走才能发现到它们。第7个是斑点狼，斑点狼生存在热带高原生物群系，它们的毛发上有特殊的斑点，看起来就跟之前的有所不同。而且它们的群体规模呢也比较大，通常一次呢可以发现到4到8只，非常的多。第8个是条纹狼，条纹狼生存在树林2地生物群系，每次发现到条纹狼的数量呢也不少，通常是4到8只这么多。第9个就是雪狼，雪狼生存在雪林生物群系中，但是数量非常的少，通常发现到它们呢也只有1只啦。这里如果你想抓住所有的变种狼呢，记得到对应的生态域寻找它们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狼的习性。在游戏中，当你遇到狼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2种状态的狼，一个是野生狼，一个是愤怒的狼。野生的狼呢，看起来比较温顺，你可以直接驯服它们。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当它们看到猎物的时候呢，它们的状态呢就会变成这个愤怒的狼。这个时候呢，它们会主动攻击猎物，双眼发红，并且表情呢变得超级凶的。这种状态的狼呢是无法被驯服的哦。等到它们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骨头把它们驯服啦。但是驯服这个狼呢，并不是100%的哦。这里有1/3的几率呢可以被驯服，大概每3次呢，你才有1次的成功的机会驯服到它们啦。然而驯服成功后，狼会带着一个项圈，这个项圈可以通过使用软料改变它的颜色，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啦。然而如果你背包没有骨头，又想带走野生的狼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双绳来牵走它哦。但是如果你是遇到这个愤怒的狼的话，你是不能使用双绳来牵着它的。同时驯服之后的狼呢，不仅会增加这个项圈，它们的血量呢也会提升。普通的狼的血量呢是8，也就是4颗星，而驯服好的狼呢，血量可以达到40，也就是20颗星。这里你可以通过狼的尾巴呢观察它们的血量啦。如果尾巴提得越高呢，就代表这个血量还算是健康。如果尾巴是垂下来呢，就要喂一点肉类的食物来恢复它们的血量啦。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狼的攻击力呢不会因为驯服而改变。在简单模式下，它们的攻击伤害是3，也就是1颗星多一点。普通模式下，伤害是来到4，也就是2颗星。在困难模式下，狼的攻击伤害呢会达到6，也就是3颗星。接着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野生的狼会主动攻击某些生物，对吧？那么它们到底会攻击哪些生物呢？这里狼会主动攻击的生物包括的就是骷髅弓箭手、凋零骷髅、流浪者、岛海、兔子、狐狸、羊、幼年海龟，还有就是加瓦版的凋零啦。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狼是不会主动攻击这个苦力怕和地狱幽灵的哦。不管你是驯服的狼还是野生的狼，如果你打它的话，也是不会攻击它们的啦。这里再来讲一个基岩版的这个狼的机制。当狼在锁定目标的时候，即使这个目标获得了隐身效果，狼也依然能准确的锁定它，并且追踪到它们的位置啦。接着当你要出门的时候，如果你不想带着狼一起的话，你可以对这个狼点击右键，让它坐着呢，这样它就不会传送到你的身边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狼铠，狼铠主要提供11点的护甲值，就跟这个钻石马铠的护甲值呢一模一样。那么要制作狼铠呢，我们是需要用到一个材料，也就是这个球鱼鳞甲。这个球鱼鳞甲呢，就是从这个球鱼身上掉落而得到的。然而这个球鱼掉落这个球鱼鳞甲的时间呢，是5到10分钟固定掉落一个。如果你想了解如何快速获得这个球鱼鳞甲，你可以看我上一个影片哦。接着，当狼铠做出来的过后，你可以对这个驯服的狼点击右键的话，就可以让它穿上这个狼铠啦。那么如果你要取下来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剪刀对它们使用的话，就可以取下这个狼铠咯。当然，这个狼铠的颜色呢，也可以使用这个不同的染料来让它们变成不同的颜色啦。接着，狼铠的主要用途呢，还是帮助这个狼抵挡这个伤害嘛。但是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伤害呢，只会抵挡这个物理的伤害哦。如果是魔法伤害的话，比如是中毒、凋零效果这些，狼铠是抵挡不住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狼中毒的话，它的血量呢还是会持续的掉落，而不会减少这个狼铠的耐久度啦。当这个狼铠损坏到某些阶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外表呢都会有一些裂痕，耐久度越低呢，裂痕就会越明显啦。接着，如果我们要修复狼铠的时候呢，是需要用到这个球鱼鳞甲。那修复狼铠的方式有哪些呢？其实有3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手持球鱼鳞甲对着狼点击右键的话，就能对这个狼铠修复咯。第二种方法是在铁针上面呢，使用这个球鱼鳞甲修复狼铠的话，也是可以的哦。但是这里呢，我比较不推荐啦，因为这里呢需要用到这个经验来修复啦。第3种方法就是在合成台、砂轮或者是铁针上面把2个狼铠合在一起呢，就能额外获得到耐久度啦。当然，我最后呢还是推荐你手持这个球鱼鳞甲对这个狼使用的话是最好的方法啦。接着最后一点呢，我来让你看看为什么我说这个狼铠会让这个狼变得那么强。首先，我们让这个马和狼各自穿上这个钻石马铠和这个狼铠。接着呢，我们使用这个暴力的武器，也就是重锤。这里的重锤呢，我有附上这个致密5的附魔，还有这个风暴的附魔。然后这里我站在了50格高的高度往下打的话，你觉得哪个生物会先死掉呢？这里你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先，看看等一下你有没有猜中啦。好的，首先来测试狼穿上狼铠，在50格高的高度下能打多少次才能打死它。这里我们打了狼了一下了过后，狼铠呢还是直接爆了，但是这个狼呢是没有扣到半滴血的哦。由此可见，狼在穿上狼铠的时候呢，是可以承受2次的重锤的伤害才会死亡。接下来再来看这个马穿上这个钻石马铠能承受多少次的打击。这里打了马了过后，这个钻石马铠呢完全抵挡不到这个马的伤害啦，而且这里的马呢是完全没有承受到一下就死掉了哦。然而之前就有提到过，这个狼铠和钻石马铠的护甲值都是一样的嘛，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狼铠的坦度有多强，我就不用多说了吧。过后这里我也有测试了多一次，当狼铠的耐久度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这里再从50格高的高度往下打，这个狼铠呢也一样是爆了哦。但是这里无论狼铠的耐久度多么的低，也可以抵挡到1次的高额的伤害啦。